先问一下大家啊，你有没有 Pad 类的产品呢？有的请扣1，没有的请扣2，准备购买的请扣3。平板作为手机和电脑中间的科技延伸设备啊，既拥有手机的便携性，也拥有笔记本的大屏体验。这句话听着好像是非常美好啊，但你仔细想想啊，它是不是也就意味着这是一个双向妥协的产物？近几年的 Pad 市场可以说是一直不温不火，国内只有苹果和华为在深耕。但在全球疫情的大背景下，这次却给了它一个爆发的契机，就是线上会议和线上教育这些使用场景。再加上手机市场现在已经是深度红海了，厂商也需要新的生态化增长点啊。这期视频很长，你忍一下啊，耐心看完会对你有帮助的。哈，大家好，我是王炯，2021平板大横屏，我们马上开始。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投硬币。相对于 iPad Pro 这类非常挑人的高端平板，整个市场的复苏确实需要更好接受的入门级产品啊。本期主角：苹果 iPad 8、华为 MatePad 11、小米平板5 Pro、荣耀 V7 Pro 以及联想小新 Pad Pro。其实 Pad 类除了这个外边的材质之外啊，可供发挥的地方并不多啊。目前平板市场的霸主 iPad Pro 的小弟啊，不对，应该说是小弟啊，除了里面的 A12 之外，和老款的没什么区别。高情商，经典设计再延续啊；低情商就是不换模具，好省钱。向后的这个圆角设计，握持起来确实是非常不错的，但屏占比呢，在现在来说，着实是有点过时了。华为 MatePad 11没啥特点啊，同样是圆角的侧边设计啊，4边等宽的屏幕设计，让观感更加舒适啊。但注意，它是塑料机身，把这5款 Pad 全部都打到正面，大家可以自行对比一下它们的边框啊。除了华为、苹果，另外3款都采用了直角边设计，握持更硌手啊，但是观感更加精致，也会显得屏占比更高一些。其中小新 Pad Pro 因为采用的是全铝合金材质，所以外观上显得更加高级。荣耀是素皮背板、塑料中框啊，小米是金属中框、塑料背板啊。这一环节上，主观小新最佳啊，其次是荣耀素皮板确实更加舒服啊。小米我们手里这台黑色啊，确实非常容易沾染指纹，而且纸巾都不好给擦干净啊，建议买浅色款。而 iPad 8是全金属啊，但这个屏占比放这一堆新品里边，明显就是上个时代的产物。先问大家，请用2个字说明一下你买 Pad 类产品的初衷是什么啊？游戏、办公、影音、学习还是网课？但我想大部分人都心知肚明啊，这些平板最终的作用啊，都变成了影音和游戏。我们这次不妨直面内心啊，平板作为一款大屏影音设备，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屏幕。参数直接给大家打出来，小米和华为都差不多啊，基础参数一样，只是在色深方面啊，小米采用了8:10的算法，荣耀这边也是类似 MatePad 11的 LCD 屏啊，只不过 PI 更高一些，276。iPad 8一块60赫兹的非全贴合 LCD 屏幕。我们这段时间的实测，感觉这些平板的屏幕都还 OK。有些小伙伴买回来平板啊，只是来看看文献、查查资料或者刷刷网页，文字显示对这些平板都没什么压力，没有出现什么边缘模糊的问题。亮度方面，我们首先实测了一下手动屏幕最高亮度啊，其中最高的是 iPad 8 450尼特，然后依次为华为的 MatePad 11 437尼特，小米400尼特，荣耀383尼特，最低的是小新 Pad Pro 啊375尼特。不过小新的激发亮度还是很高的，并且这5台里边也只有小新 Pad Pro 有激发亮度，实测达到了589尼特。视频测试上，我们选择了一段 4K 金刚的片段啊，以及一段 4K 的测试样片啊，作为片源。所有平板都设置为标准和默认色温啊，最高分辨率和最高刷新率。原本我们以为会有一些差距，但结果是都差不多啊，5款平板没有什么明显区别，除了在一些场景下的色彩表现会有一些偏冷或者说偏暖各自的偏好啊，有的时候有一些饱和度稍微高那么一点点。说实话啊，单纯的如果只看屏幕的话啊，这5款是分辨不出来哪个是哪个的。有条件的话，大家可以去线下实际感受一下。影音设备，这影咱们看完了，下边就是音了啊。小米呢是这5台平板中啊唯一搭载立体声8扬声器的这个厂商。华为、荣耀、小新都是4个扬声器啊。小新呢，它这4颗呢是1.5瓦的 JBL。iPad 8呢，这个单面的双扬声器啊。光说没用，我们实际听一下。
这看了半天电影了，也听了半天歌了，怪累的，是不是啊？也应该打会儿游戏再放松一下了。同意的请扣一。游戏实测因为产品太多啊，所以我们只选择了极限测试原神啊，它 OK， 大家就都 OK 了。5个平板，4颗处理器 ，iPad 8是 A12，华为是骁龙865，荣耀这边联发科的讯坤1300T 啊比较少见，小米和小新都是870。理论性能上，小米等于小新，大于苹果，大于华为，大于荣耀。在聊具体帧率之前呢，我们先展开一下渲染分辨率这个问题，这也是第2版视频修改的地方啊。其实我们之前这没发视频的时候已经做了非常全面的数据。第1版里面呢，我们就说了 iPad 的渲染分辨率呢确实更高，这压力也要更大。先明确一点啊，其实苹果和安卓的底层渲染逻辑呢都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怎么对比其实都不是特别的严谨啊。如果你要买 Pad 就是为了打原神，那我可以现在直接告诉你啊 ，Air 4这台平板呢，在我看来是各方面综合性价比啊最合适打原神的。在测试数据方面呢，我们长话短说啊，这个直接说结果。同一画面数一下实际渲染分辨率，安卓这边全部都一样啊，一家人整整齐齐，1347×842，iPad 8极低1134×848啊，最高是1658×1244。看到一些小伙伴说这个 iPad 8最低啊，比这个安卓的最高都要高啊，但是我们实测下来并不是这样的，但安卓也确实比较拉啊。OK， 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库标准下的25度环境下帧率实测。在实际测试中，小米平板5 Pro 以平均56.03帧表现最好啊。同时，可能是由于之前这个高温方面的负面新闻，小米在温控上这次非常保守，在连续半小时的测试之中，机身最高温度也只有43.1摄氏度，看来机身大了，散热确实更好了。帧率第2的是联想的小新啊，平均55.71帧啊，帧率稍微低了那么一丢丢。不过由于金属机身的缘故啊，小新的温度控制更加优秀，全程没有超过42度。华为 MatePad 11啊，帧率平均50.49帧，表现上来说，如果在手机上是正常865水平，但考虑到平板的散热面积要更大，性能和870也没啥大差别啊，应该能更好一些。半小时温升曲线5分钟升到了38.8摄氏度，全程最高温44.9摄氏度，这要在手机上也是还 OK， 甚至还优秀啊，但是放在平板上就非常一般了。造成这样的原因，可能主要还是采用了塑料材质啊，这个散热要差一些。荣耀 V7 Pro 和 iPad 8表现就非常一般了啊，荣耀这边帧率43.89帧。iPad 8平均帧率更是只有35.48帧，在游戏刚开始的时候 ，iPad 8还能稳定在60帧，但功耗就非常离谱了啊，最高超过了13瓦，这都快赶上一些轻薄本的功耗水平了。全程平均功率也不低啊，足足有9瓦啊。不过非常有意思的是，荣耀 V7 Pro 的功耗竟然和 iPad 非常接近啊，看来这次讯坤还是不太行。帧率曲线上前期表现还算 OK 啊，除了功耗比较高之外啊，5分钟之后过热、降频、锁帧3件套就都来了啊，游戏极限性能也确实比较拉。但还是再提醒一下，这 iPad 呢是1658×1244的最高画质啊，再来看一下它其他画质的情况。画质不变，调节渲染精度到极低啊 ，iPad 8平均帧率55.49啊，它并没有比870的高画质要高啊，整局平均功耗依然达到了9.17瓦，相对于高渲染精度，这功耗还要略高一些。发热方面，温升相对缓和了一点啊，10分钟42.2摄氏度，30分钟最高的44.4摄氏度，比870的高画质也要高一些。我们在第1版视频中结论就是更推荐小新和小米打原神啊，就是直接告诉大家结果。一开始想的就是更直接一点，这数据其实都有。iPad 8渲染精度设置为低，也就是它的第3档啊。1268×951约120万个像素点，这个是要比安卓的最高1347×842 113万个像素点要高一些的啊。iPad 8平均帧率49.51，相比于870的 Pad 低了约6帧，波动也要更大。整机的平均功耗依旧是9.14瓦，在3个不同的渲染精度下啊，基本一致。综合功耗和帧率的表现，无论是比安卓这边最高的高，还是最高的低啊，这句话稍微有点绕，其实它的表现都要更差一些。低渲染的发热方面，温升还要更快啊，10分钟达到了44度，之后温度缓慢上升，30分钟最高44.8摄氏度。3种情况下的发热，除了温升速度不一致，最高温度都大差不差。测试结束，在原神这款游戏上，结论还是一样的，我们更推荐小新在帧率第2的情况下，温控和功耗都要更低一些。其次是小米平板5 Pro。再聊几句这第1版视频里面为什么重点只说了这个帧率啊？其实相关测试前面我们说了啊，我们已经都做了啊，但是我们内部讨论之后呢，更加倾向于帧率和能效比的综合表现。再加上这个本期视频出稿的时候啊，其实已经过了25分钟，我们觉得太长了啊，就想精简一下视频。原神的渲染问题呢，之前也讲过几次啊，这块呢就没有详细展开啊，就提了一句 iPad 8的渲染压力要更大。有些小伙伴说你这样就是为了故意黑苹果啊，这个真的不是。当然这确实是造成了一些误解，我们表
表示抱歉，这个后面呢要考虑的更加全面一些。平板充电这事儿对于大尺寸设备，它不像手机用的那么频繁啊，用户的关注度确实比较低，但是续航还是很多人在意的。基础参数给大家打出来，电量都不少啊。我们这次可以说进行了小白测评有史以来最耗时间的一次续航测试，使用小白测评数据库的环境标准，专人值守在线视频循环播放。本来我们以为续航应该都很好，但还真不是那么回事儿。在不开启弹幕的情况下，苹果最先关机只坚持了不到6个小时，华为稍好一点，也没坚持过6个小时，5小时59分钟。荣耀紧随其后，多了1分钟，6个小时整。排除允许的误差范围，这3台是一样的。小米坚持到了7小时57分钟啊！你以为这就够长了？联想、小新整整坚持了10小时19分钟。大家把太长了3个字打在公屏上，比华为、荣耀、苹果多出来4个多小时，足够让你看6集扫黑风暴了。而续航更长的主要原因，肯定是更大的电池以及90赫兹 OLED 屏幕，相比120赫兹 LCD 要更加省电一些。结合之前的影音和游戏测试，综合来看啊，小米平板5 Pro 啊，主观感觉是比较均衡的啊，更加偏向于这2个特点。V7 Pro 相对弱一些啊，其主要原因就是处理器啊，素皮材质确实更漂亮更高级啊，但也带来了一些积热问题，续航也就相对差了。如果你特别追求续航，那自然就小心了。生产力啊，这是一个大环节啊，涉及到方方面面啊，这3个字是多少买平板的小伙伴的初衷。相对应的就有一句老生常谈的话啊，这个买前生产力，买后爱奇艺，直接让平板的生产力变成了一个笑话。我们经过各种调研啊，发现大部分购买或者即将购买平板产品的用户啊，其实是非常关心平板的生产力体验的。看来买之前大家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啊。其实，在硬件方面，除了 iPad， 大家都拉不开什么特别大的差距啊。Pad 这类产品在技术层面上，硬件造起来并不难，难的就是软件。甚至我们说的过分一点啊，现阶段你买 Pad 类的产品，买的就是生态联动和软件适配。先说结论，注重生产力，买华为和苹果就行了啊，其他只能划到其他类。软件生态应该是 iPad 8最大的也是仅剩的亮点了啊。关于 iPadOS， 如果你关注 Pad 这类产品，应该已经看了800个视频了啊，我们之前也出过，这里就不再详细展开了。我个人觉得，深度的苹果同账号内容同步和 AirDrop 快捷的内容传输是它最大的优点。华为的平行世界绝对算得上是这2年平板产品非常亮眼的创新点，它很好的解决了安卓端 Pad 适配生态比较弱的问题。用过 Pad 都知道，如果你用的软件没有 Pad 版的话，横屏使用的体验会非常的差。平行世界则可以在横屏使用的情况下，将一个应用的不同2级菜单放在同一个界面里边，充分利用这块屏幕。功能好不好就看各家跟进情况啊。现在大家全都上了啊，荣耀就不用说了，大哥 EMUI 的所有功能都有了，小米以及联想都有自家类似平行世界的功能，小新可能要晚点更新。作为开创者，做的最好的自然还是华为，不仅适配的应用更多，而且弹出第2级菜单时候的动画以及退出该菜单的动画，相比于其他都要做得更完善。由于非 iOS 平板大部分软件没有适配啊，所以一般这类平板在打开应用的时候，要不强制横屏，要么就直接切换到竖屏打开。而华为基本上常见的应用都做了横屏适配，并且在强制横屏的时候，也可以滑动左右2侧的黑边来间接的控制应用的上下，算是充分利用这块屏幕。这也是5台之中唯一有这个功能的平板。当然，多屏协同各种功能，我们在之前的鸿蒙专题中已经非常详细的也聊过了啊，这里也就不再一一展开了。在生态化的协同效率上，华为甚至比苹果做的还全面。大哥很强势，小弟荣耀这边继承 EMUI， 但鸿蒙的特色升级，比如超级终端，荣耀是没有的啊。但多屏协同，华为和荣耀是可以互通的。小米的MIUI Full Pad 啊，毕竟时隔3年啊，这次的软件优化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啊，甚至在某些场景下是不如小新 Pad Pro 的啊。比如在横屏使用的时候，第三方软件返回桌面时，这个图标会左右晃动啊，像是自己找不到位置迷路了一样。平行世界支持的软件不多啊，主流的都还没适配全呢。好在MIUI Full Pad 把这些框架都给搭出来了啊，就看小米重不重视这个MIUI Full Pad 的后续适配工作了啊，大家赶紧催一催。小新 Pad Pro 虽然经过1年的迭代啊，有了极大的提升，但受限于 ZUI 本身比较老了，比较拉。小新这块好的硬件啊，并没有发挥出真正的全部实力啊。明明是一块精细度非常高的 OLED， 但在 ZUI 的加持下，经常有种 Switch 的感受。另外，系统的体验上，总体也有点像早期安卓的风格啊，不知道是不是 UI 设计师比较怀旧。在 MatePad 11的鸿蒙上，华为已经删除了电脑模式，而荣耀 V7 Pro 虽然依旧保留了电脑模式，但现在连部分主流应用都没有做适配优化。相比较而言，可能是自己主要做电脑的原因。
新啊，小新 Pad Pro 的电脑模式是这5台平板里面最好的，不需要设置 UA 便可以直接浏览 PC 端的网页。荣耀的电脑模式也支持自动调节，虽然做起来很简单啊，但这些小细节上的优化对大部分普通用户来说还是很值得点赞的。下面我们聊一聊听着非常小众，但是买 Pad 的人里边算是比较大众的啊，就是这个手写体验、画画的体验。比的参数我们先给大家打出来，先说苹果 iPad 凭借多年耕耘平板设计的经验啊，手写笔确实是挑不出来什么毛病了。但 iPad 8的非全贴合屏幕以及60赫兹的刷新率，买之前真的需要三思。但好在苹果的手写笔延迟确实非常的低啊，不过它只支持1代笔，并且这支笔的充电方式很不乔布斯。华为从 MatePad Pro 开始啊，就有将平板纳入生态的想法，早期的平行世界以及第1代的 M Pencil 都能看出野心。鸿蒙加持后，第2代的 M Pencil 在体验上有了极大的提升，官方数据延迟最低啊，在2毫秒左右。整支笔的重量为15克，笔尖是透明的，有吸附设计，手写体验有点类似于 Apple Pencil 2代，就是那种硬尖滑玻璃的感觉啊，非常滑，阻尼一般。内部的主观体验上不如苹果的2代比，但是差距很小了。V7 Pro 的这支笔15克，外形非常像 Apple Pencil 2代，手写体验上有点像老款的华为 MatePad Pro 啊，正常书写延迟还能接受啊，但是一到快速写画的时候啊，比如说拉长的线条，这延迟就非常明显了，跟手性明显弱于苹果和华为。但由于较强的阻尼感，手写体验还算可以啊。小米这支笔呢，12克的重量，我个人感觉要是轻了一些啊。你不要觉得就是几克的差别啊，对于握在手里这么小小的一支笔来说，体感上真的还是挺明显的。尤其是长期握持画画的人，这1克的重量，有的时候你都能感知到。对于轻重的喜好因人而异，延迟实测只能说是一般，尤其是在自己的应用中肉眼可见的延迟。但令人意外的是，第三方的应用延迟要稍好一些，但总体延迟依然是比较高的啊。这个软性笔尖设计还是很喜欢的，书写起来很有质感，而且它也有2颗快捷键，你可以设置啊，这一点上也好评。小新的 Pad Pro 90赫兹的 OLED 屏幕是同级别最高的，手写体验却中规中矩，延迟和小米是一个水平的，不如华为苹果。另外，小新也是除了 iPad 8之外唯一一个不支持磁吸充电的手写笔，充电的时候你需要抠开这个笔后面的防尘塞，用线连接充电，这一点着实不优雅。目前来说，如果你特别追求书写体验，买平板是为了画画啊，长期使用这支笔的话，那么小米小新荣耀可能并不能够令你满意。买精品二手就上小白优品 APP， 有手机有电脑，还有半价手表、半价安迪耐克，旧手机也可以交给我们回收，更多精品好物等你来发现，尽在小白优品 APP。之前我们也看到一些小伙伴啊，小白我上大学啊，学的这个专业呢没什么特别的软件需求，这个平常就是一个 Word 和 PPT， 能不能买一个平板代替笔记本电脑呢？首先跟大家说我们的结论啊，能，但强烈不建议这样做。如果你购买了一个平板，想办公、想生产力，首先你得需要一套输入设备。先看一下官方键盘的价格，最便宜的小米啊399啊，最贵的苹果1239啊。如果你恰巧实力雄厚，那就当我没说啊。小米、华为、苹果的键盘是没有触控板的啊。我们体验完了之后，觉得触控板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啊，很有效的减少了你手部移动的距离啊。虽然有触屏，但你不能打几个字就抬手戳一下屏幕吧。键盘的手感确实因人而异。我们先说主观结论：荣耀大于小新，大于华为，大于小米。别问为什么没有苹果键盘，问就是贫穷。荣耀的悬浮键盘最贵，但手感上也是最好的，看起来也最帅啊。当然它也是最重的，加起来和一笔记本差不多了。有防丢笔筒，将笔插入就可以完成配对和充电。对，它还可以充电啊。小新键盘采用了分体式的设计，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个键盘。好处是不需要键盘的时候可以拆掉，后面可以单独作为平板的支架。小米的键盘套背部的这个吸力啊比正面强，这就导致你将平板折过来使用的时候，在复原的时候非常容易使键盘套脱落啊。希望后续产品能够改进这个问题，而且它的这个公差啊确实也比较大。另外，如果你经常将平板带去图书馆学习或者说公司办公，那么便携性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将各家平板的重量和厚度，以及安装完官方配件之后的重量和厚度做了个表格，并且我们也非常贴心的给你放了一个笔记本的重量作为参考，你可以暂停查看。其实平板用来办公的局限性，就目前在软件端来说啊，还是很大的啊。我们觉得最多就是文字层面的处理，这个专业的图片就不行了，轻度的图片还算可以啊。如果你上大学啊，你有笔记本了，想再买 Pad， 那没有问题。但如果你根本就没有笔记本电脑，那我们还是非常建议你先买一个笔记本的。结合手写笔、轻办公和生产力方面的体验，我们认为华为 MatePad 11是本环节最值得购买的产品。主要原因就是手写的时候延迟较低，以及配件的价格相对来说比较适中啊，在软件方面也做得比较完善，做的相对比较差的，我们觉得就是小新和小米了。生态互联这4个字，很多人看到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苹果啊，多年深耕生态啊，然后凭借生态来吸引并锁定用户去购买。
隔空投送啊，轻轻一点就可以将文件传输到附近的苹果设备之中，还有 iCloud 这些就不多说了。电脑、手机、平板、手表、耳机的生态互联，苹果确实是霸主级的水平。华为的生态性建设虽然起步比较晚，但是在思考方面一点不输苹果啊。比如说也有多屏协同，或者说类似于隔空投送的一碰传，不仅模仿借鉴了，也自己努力去创新了。荣耀 V7 Pro 真的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啊！简单概括就是藕断丝连，左右借鉴。华为 EMUI 这一套就不用说了，它这次还有悬浮键盘，这新版的软件啊，还有小圆球光标、自动识别输入框，这又非常的苹果。在软件生态和多设备互联的体验中呢，苹果无愧多年努力啊，可能有些功能点它没有，但优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毋庸置疑拿下第一名。虽然硬件啊这台 iPad 8确实比较拉啊，但又可以说是苹果用户在这个价位段唯一的选择了。小米和小新其实他们都在生态化的初级阶段，刚刚把地基打好啊，我们预估至少还需要2代的耕耘。比较担心的就是小新，因为联想的手机确实太弱了啊，生态性上它没有形成一个非常好的闭环，这也是非常容易被击破的地方，而且生态粘性也会照其他品牌低不少。还有一些软硬件方面的细节问题，这里统一提醒大家一下。首先是这5款平板啊，只有 iPad 8保留了耳机孔，看来大家的真无线耳机都已经做起来了，可以靠耳机捞钱了。其次是这5款里边只有 iPad 8和小米平板5 Pro 不支持 TF 卡的扩展。虽然安卓11之后对文件管理非常严格了，但不支持内存拓展，对那些需要大容量的用户来说，这不就是逼着他们买大容量的版本吗？某些应用没有做非 iOS 平板的应用适配啊，比如某音在 iPad 上会随着你的屏幕方向给你推送不同类型的视频，而其他平板就只会强制横屏。OK， 综合以上所有的这个环节啊，最后我们给出购买建议啊，我们设置了3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影音娱乐，主观推荐的就是小米和小新啊。第二个是娱乐和办公比较平衡一些的，主观推荐的是荣耀的这一台。第三是生态互联，生产力之上啊，华为和苹果啊（括弧这个苹果仅限于苹果手机啊）。这5台你最喜欢哪一个呢？可以做波弹幕或者评论。之前我们聊到 Pad 类产品的时候啊，基本上聊的都是 iPad， 很多人都说啊，这个 Pad 只有 iPad 和其他，它也一直都是数码圈吹捧的对象啊，确实没有对手啊。但现在情况确实有变。iPad Pro 在平板里边依然是绝对大哥的这个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在3000元这个价位段啊 ，iPad 8确实不够打了。不管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啊，我们都非常乐意看到啊各家积极的耕耘 Pad 这个市场。你的下一台电脑也许还是电脑，换不成 Pad， 但电脑的下一个时代形态它是什么样的呢？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大家都不知道。但厂商这边都在尝试，你可以不买，但没有必要上来就否定尝试啊。因为 Pad 类它并不是大众刚需性的产品。关于 Pad 类的产品购买，我们还是小白测评的老生常谈啊。这次我们给你总结成了3句话。第一句，一台 iPad 它是不是生产力工具，其实取决于你自己，勿创造需求，要按需购入。第二，一定要认清自己的需求，别骗自己，一定是先有做笔记的习惯，才有更新设备的需求，而不是为了做笔记才去购买一台 Pad， 否则吃灰那也是你自己的问题。第三，不要随便评判别人的选择，你不知道别人的需求是什么，人也没花你的钱。OK， 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点帮助，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点赞，我要的不多，5万就可以了啊，也可以转发给你即将购买 Pad 的朋友。更多内容精彩，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不关注你，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